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靠《甄嬛传》走红，34岁宛如少女，深扒谭松韵，才发现大家被骗了。《甄嬛传》又上热搜了。蓝盈莹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个小视频，《甄嬛传》中的主要演员们在开心游玩。配文宫里来人啦，瞬间将观众思绪带回这部国民大剧的回忆中。据说他们在拍摄一档旅游真人秀《换新环游传》，节目的宣传语很动人，命运的齿轮在荧幕转动，我们的故事在旅途换新。不得不说，借着《甄嬛传》的热度，节目组的做法很聪明。14年了，《甄嬛传》的后劲儿依然很足。作为古装剧的巅峰之作，剧中的故事被观众一遍遍重温。剧外，被这部剧成就的演员，现状却大相径庭。主演孙俪、蒋欣成为顶流，资源不愁，片约不断。配角毛晓彤、热依扎、蓝盈莹也一举成名，成为各大影视剧和综艺的宠儿。端庄的美姐姐兰溪，却在巅峰时悄然回归家庭，事业陷入低谷，偶尔在网上露个脸，不是卖情怀就是穿搭被吐槽。陶欣然因出色的演技演活了安陵容，却因此被网暴。为了保护家人，她不得不推掉很多机会，错过了红利期，让人唏嘘不已。因《甄嬛传》走红的演员们，不论是否活跃在荧幕上，都成为了观众心口的一颗朱砂痣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。其中，剧中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纯儿，她天真甜美的小吃货形象，始终是观众心中的白月光。而小萌妃纯儿的扮演者谭松韵，也在不争不抢中将事业拼得风生水起。回首她走过的路，不由感叹，除了清纯的容颜，她最该被看见的还是那颗灵动的心。长不大的少女，如果只看外表，很难相信谭松韵已经34岁了。她清新甜美的模样，似乎一直是《甄嬛传》里那个长不大的纯贵人。尽管在《甄嬛传》之前，她已经拍过《好好过日子》《我的燃情岁月》《搞笑一家人》等诸多电视剧，但并未激起什么水花。直到演了小萌妃纯儿，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。拍《甄嬛传》时，她20岁，同纯儿一样不谙世事，心思纯净。与其说是谭松韵在演纯儿，不如说是本色表现。当初试戏，她并没有太过精心准备，扎着短短的双马尾，齐刘海，素颜，就拍了一段吃糕点的视频给了导演。恰恰是这种娇憨、自然、纯真又有点小机灵的形象，完美契合了纯儿，成功拿下角色。剧中，在满是勾心斗角的后宫，纯儿始终天真。她在甄嬛面前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当成亲姐姐。即使面对皇上，也没有其他妃子的端庄和唯唯诺诺，大眼睛滴溜溜一转，让人心都萌化了。后来，纯儿惨死在后宫阴谋之中，也成了观众心中的遗憾。所以，哪怕她戏份不多，但可爱清纯的形象立住了。从那以后，有很多可爱少女的戏找上门来，流量的红利说来就来，可她没有迷失。虽然她有着软萌的外表，内心却始终清醒。她说她不排斥演可爱少女，但每个角色一定有不一样的魂。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谭松韵，有着很强的辨识度。在《旋风少女》中，她是率真的跆拳道女孩范晓莹，她古灵精怪的性格很讨喜，整天无忧无虑，用快乐感染别人。出色的演技，惹人爱的人设，使得她的风头一度超过主演。在《最好的我们》中，她是高中女孩耿耿，和小几岁的刘昊然演情侣毫无违和感。耿耿会做一些搞笑的傻事，也有不服输的劲头，在感情上爱的纯粹，让人心疼。奔3的年龄，谭松韵依然将女孩的青春、
懵懂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凭借这部戏，他不仅收获了一波观众缘，还拿到了许多荣誉，被评为2017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最具潜力演员奖，事业再次迎来上坡路，戏路更宽了。后来，他在古装剧《锦衣之下》中演了女捕快袁今夏，不再是娇小可爱，而是聪明伶俐、有情有义。袁今夏虽然还有着古灵精怪的一面，但在渐进成长，人物内在的格局和层次性，谭松韵很好地把握了。尤其是几场哭戏，很抓人，没有嚎啕大哭，没有涕泪俱下，他的眼泪盈满眼眶却将落未落，很好地诠释了委屈、隐忍的情绪。他说每一个角色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要把自己沉进戏里，去经历，去感受。所以他演什么像什么，演技被越来越多的人肯定。曾经有人问他是否担心被少女标签固化，他坦言角色没有什么类型一说，只要剧本或者角色能够打动自己就足够。而他也用实力演绎了不同的灵魂。如今30多岁的他，还是带着微微婴儿肥，眼神清澈，甜甜笑起来的样子，少女感十足。与其说他是被上天眷顾的宠儿，不如说是被爱滋养才有的灵气，被爱滋生的底气。谭松韵的原生家庭很幸福，尽管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收入一般，但只要他想要的，父母都会尽力满足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家里人对他一直宠爱有加，只有一次被罚的经历。那是小学时，一次放学后，他去了同学家，玩得很开心，就留在同学家吃饭，却忘了告诉家里一声。回家后才发现爸妈急得要疯了。为了让他常记醒，妈妈对他严厉批评后，还对他动了粗。谭松韵跪在床上，妈妈拿着织衣服的棒针，对着他屁股一通猛抽。只是看着雷声大，实则雨点小，穿着蓬蓬裙的谭松韵压根没感觉到疼痛。不过小小年纪的他知道，妈妈正在气头上，自己要表现得很疼的样子，才能早点结束酷刑。所以他就哇哇地大哭起来。果然，妈妈看他哭得惨，就不再打了。也许当时表演的种子已经在他的身体内萌芽，只等一个合适的契机就破土而出。但那时候他还未曾觉察，只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小姑娘，无忧无虑，多才多艺。因为父亲是舞蹈老师，或者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使然，他从小对文艺就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到11岁时，爱唱爱跳的他已经是学校的文艺骨干。那时年龄尚小的他，对未来还没来得及规划，可老天却将选择提前送到眼前。一天，老师说省里的舞蹈学校要来招生了。谭松韵骨子里对舞蹈的热爱，似乎突然找到了一个迸发的出口，他想去追逐舞蹈的梦。回到家，他就和爸爸妈妈闹着要去成都学舞。一向宠他的父母，这次却没一口答应，他们更多的是舍不得女儿去受这个苦。四川省舞蹈学校是封闭式管理，女儿才11岁，他一个人在外生活，怎么能让做父母的放心？可谭松韵很坚持，无奈的父母最终依了他。就这样，他早早地离开父母，从泸州到了成都，逐梦。可现实并没他想象的那般美好，因为没有系统练习过基本功，他的身体柔韧度并不好。但他咬着牙掰腿下腰，一遍遍练习动作，即便疼得落泪，他也没想过退缩。他始终明白，梦想很贵，不能轻言放弃。就这样坚持着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可15岁那年，《还珠格格》火遍大江南北，看着电视上鲜活的人物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他的心里冒出一个声音：我要学表演，我要上电视。小时候萌动的那颗表演的种子，如遇春雨，势如破竹。父母再次选择了支持他，哪怕砸锅卖铁，
也在所不惜。他深知父母的不易，理解他们未曾言说的顾虑，所以他很努力地备考北影，是要出人头地。但毕竟文化课落下太多了，最终以20分之差落榜。不甘心的他选择了复读，4科1年后，终于如愿成为北影的一员。甜美的长相，内在的坚韧他都有。在表演这条路上，他越走越远。他说是原生家庭给了他底气与力量。他无数次感恩父母的爱，感谢命运之神的眷顾，让他能如此幸运又幸福。可这一切在2019年元旦钟声敲响前戛然而止。跨年夜的最后几个小时，他在微博发了2张元气满满的自拍，告别2018，期待新年的来临。未曾想，比新年钟声更早响起的是母亲遭遇车祸的噩耗。肇事者酒驾逃逸，母亲在被抢救23天后终撒手人寰。谭松韵伤心欲绝，却无力回天。就在这样人生的至暗时刻，有人放出他和欧豪开心吃饭的照片，称他在母亲生死未卜时与人约会，指责他不孝。实际上，照片是妈妈出事前拍的，一起吃饭的也不只是他们2人。面对恶意重伤，他没有争辩，而是强忍悲痛为母亲讨公道。面对母亲的离开，他说心里有了一个洞，于是所有心事都有了回音。但他没有消沉，而是逐渐重视生活的希望，活下去。他知道那才是告慰妈妈最好的方式。成长总是来得猝不及防，扯着伤，带着痛。那个爱笑的小女孩一夜之间长大了，迈向了新的人生。遗憾中的成长，命运兜兜转转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轮回。2019年，在母亲离世的第1年，谭松韵遇到了以家人之名这部电视剧，饰演了思念母亲、被爱治愈的女孩李尖尖。在剧中，有着非常戳心的一幕，李尖尖对着流星挥舞双手，含泪喊出那句台词：“妈妈，我在这里，看见我了吗？”那是尖尖的呐喊，也是谭松韵的。他相信妈妈能听到，就如他写给妈妈的歌：什么都不在，什么都存在。妈妈不在了，但妈妈的爱还在，爱让她坚强。她也在李尖尖的故事中疗愈。她慢慢地与自己和解，接受遗憾，在伤痛中成长。历经世事，她的心境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改变，能驾驭的角色也更多了。她曾说渴望演个厉害的角色，可她的娃娃脸似乎与传统大女主的设定相去甚远。但谁说大女主一定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酷飒呢？没有虐渣、吊打，但缓慢成长的罗11娘，何尝不是人生赢家？锦心似玉中的11娘，庶女出生，娘亲意外身亡，没有依仗，凭借的只有自己的智慧。但她没有大杀四方，对乔姨娘的算计，她不忍让，但也不赶尽杀绝，有着自己的底线和善良。她也自立，贵为侯府夫人，依然精心经营绣品铺子，拼搏自己的事业。11娘的人设是看起来娇弱，实则十分坚韧，外软内硬的脾性与谭松韵有着玄妙的契合。正如她从未在舒适区沉溺，校园剧、家庭剧、古装剧、职场剧，她都涉猎，却也一直保留一分待开发的区域，去突破，去成长。这种成长悄无声息，但回首，一切又似乎有迹可循。这些年来，她从后妃纯儿变成了捕快员金夏，侯府夫人11娘，从学生耿耿变成了飞行员程潇，总监柠檬，总裁季星。请叫我总监里的柠檬，从普通打工人一步步成为投资总监，有职场的困顿，有梦想的坚持，让很多职场人找到了共鸣。励志的剧情，讨喜的人设，是这部戏出圈的要素。但谭松韵对人物内心的揣摩，细节处演技的打磨，也是她与角色的互相成就。她热爱演员这个身份，享受表演带给观众的感染力，
也会以观众的视角去评价自己的角色，去复盘，去成长。这些年来，她很高产，作品口碑都不错。她曾获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、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演员提名，也拿到了很多奖项。2020国剧声带女年度青春飞跃女演员，29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10佳演员，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口碑演员。她曾渴望有一天，谭松韵这个名字成为一部剧的口碑保障，她做到了。她出演的电视剧口碑和收视率都很不错，被称为收视小福星。就像张新成在以家人之名发布会上的评价，她笑起来好看、执着，对艺术有追求。这3点也许就是谭松韵成功的秘诀。作为演员，谭松韵是成功的，不仅是因为得到了名和利，更因她在一个个角色中经历了更多的人生，找到了内心和现实的平衡。曾经被问及目标，她说做好眼前，在过程中调整。太过长远的目标，她称之为梦想，但一步步实现目标的路上，何尝不是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？如今的谭松韵正在松弛与清醒中书写着自己的大女主剧本。